嘿，那就是今天我們終於來到這個韓服的戰鬥素材，就是讓我們來透過這些韓服素材來看，究竟現在韓服的一些衣裝改動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對，那首先我們一定要先做的事情是先感謝這部影片的提供者 Yanok， 那也是我跟韓服玩家合作的第一部韓服戰鬥影片啊。對，那也是那句，如果你是韓服的玩家或者是韓服創作者，對於這個影片的合作有興趣的話，也是歡迎隨時來 DC 找我。那我會再次把這個合作邀請的那個介紹影片放到那個留言區裡面，讓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對，那我們話不說，我們來到這個第一次這個韓服戰鬥，我們要看的東西就是這個韓服影武者更新之後，到底跟印尼服有什麼區別？對，那其實如果你是個印尼服玩家，你會發現影武者在以前那個版本，它的用法主要不是用來打架，是用來跑步的。就是你會看到10個影武者玩家，有9個都是拿那個影武者來不停碰那個煙霧，來不停跑來跑去，然後打到 DT。那但是在那韓服更新之後，現在影武者我可以說是他已經把這個逃跑型的影武者變成那個攻擊型影武者。那大致上他改了什麼？那我們現在就來逐個跟大家分析，或者是跟大家介紹一下吧。OK， 来到這個第2回合，那第一個其實就是影武者的那個跳重敌，就是向前衝一下打敵的那個功能，它現在就把它加了一個自動追蹤的功能，就是它會把這個你附近有敵人自動瞄準過去，然後撞到敵人。那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做？那很明顯是關於它第2改動，也是我覺得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改動，就是它把影武者跳重敵那個功能原本是可以接這個噴煙霧來逃跑的功能移除掉，就是現在影武者跳重敵衝過去了一下，現在就完全都不能再接這個噴煙霧的功能了。就是它很明顯韓服就知道太多人利用這個跳重敵然後噴煙霧功能來進行那個逃跑，而且這個功能也就算不是用來逃跑，也是非常之作壞，因為如果這個攻擊撞不到敵人的話，也是可以利用這個噴煙霧來進行這個無風險的逃跑，就是如果你 air dash 過去打不到敵人，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噴煙霧來逃走。那如果你打中敵人的話，你就可以利用打中敵人的時機來進行 combo 的話，基本上影武者以前的功能就是能進能退，一直非常作壞的一種所以的話，現在韓服把這個 dash 過去之後的那個噴煙霧功能拿走，我覺得非常合理。那這邊的話已經來到這個第2回合的尾聲，你可以看到這次這個影片提供者也是跟我一樣用這個超時空戰士，也是非常之剛好那而且他用的英雄其實有一部分也是跟我非常之相似，所以的话其實這個影片也是可以把它當做我平時打那個競技場的影片來觀看的，因為其實相似程度也是非常之高那但是當然它也是自己的特色打法，所以说之後的一些韓服素材也是會非常之有趣的。 OK， 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可以看到影武者現在那個敵人的影武者是比較傾向這個攻擊性的打法，那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是一個路人茶，那大家進來打架就不會像那個競技場一樣就用一些不擇手段的獲得勝利。那第2就是影武者現在已經把它改成了攻擊型為主，因為剛才所說到他把這個噴煙霧能使用的時機，比如說其中一個最麻煩的就是 air dash 之後接這個噴煙霧就直接改掉了，直接變成不能使用。那其實就也是意味着官方把這個影武者那個定位改成了這個攻擊型的定位，不再鼓勵大家用了影武者來逃跑。对，这邊的話可以看到它可以使用這個巴力的 combo， 那其實巴力在印尼服也是非常之罕見。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一個巴力不錯的 combo。 OK， 這邊的話其實最好做法是直接超從重地進去那個煙霧裡面把人抓住，那但是他這邊用的另一頭其實也是一個不錯做法，那應該完結。